参见陛下。参见陛下。你们礼纲察道统。你们几个都是来跟朕玩的。臣等就是想问问陛下，何以要自暴自弃，弃天下臣民如敝履？小子，你以为这天下还是几十年前那个大唐吗？那个大唐早就亡了。朕来告诉你，什么是天子。天子，兵强马壮者为之。谁手里面拿着刀，谁就能做天子；谁身上披着甲胄，谁就能为天子。你披着甲胄，你也能做天子。嗯。拿着。拿着。哦。你披着甲胄，你挎着刀，你就是天子。哎，天子在上，受小人一拜。这就是现在的天下。起来，这便是如今的世道，哪还有什么是非对错？不需要。你若良善，你便该死。你便该死。官家已然不讲理了，但我们还是要讲的。最后给天子行个礼吧。
魏国斥候已经出现在汴河之畔，大军压城，城外的流民都在朝城里涌进来。宣阳门监门上了闸子，请关城门。数万黎庶嗷嗷待哺，将他们关在城外，放任贼兵去残杀吗？这是打仗，兵者国之大事，死生之地，岂容得妇人之仁？相公，带老夫去宣阳门处看看。民高，不肯为妇人之仁，看看这城是门要做残民之贼吗？当官不当官？城坚可恃，诺民心亦不可弃。吾等世受国恩，当以死相授。天快黑了，若是不关城门，城外的人心存念想，只会越聚越多。现在不关，再拖上2个时辰，只怕到时候想关都关不上。你把刀子亮出来，城门就关上了，你敢吗？眼下最要紧的是这许多流民一下涌进城内，需开封府一并治理。可这开封府里还有做衙理事的人啊。下官见过薛公。你认识我？下官不认得薛公，只是昨日中书下了札子，以薛公为开封府判官。如今城中大乱，蜀中左吏差役都早早各自逃回家去。这个时候能来到此处，却又身着公服，那肯定是薛公了。你叫什么名字？身居何职？下官吕应，幽州安次人。现任李曹点检文字，梳理政变，整治词讼。这开封府中还有其他人当值吗？回禀薛公，天清帝现在急，覆巢之下无完卵，谁人能不惧？谁人能不牺牲？谁人无家小老幼？就是说没有了。只有你一个。吕参军可有表字？蒙薛公垂询，下官表字余庆。余庆，余庆，积善之家必有余庆。好名字呀！可惜生在了这么个岁月里。余庆，自此刻起，你暂设开封府陆氏参军事。下官年资浅薄，恐官是用来做事，不做事便不为官。如今的开封府，自本官之下，以你的年资最长。是，下官谢过薛公。大郎，人太多了，这样下去不成啊！兵乱一起，出了京城，他们还能去哪里？这些都是基辅之民，现在汴梁便是他们的家。可是大战在即，谁知道这些人里有多少腋下军和契丹人的探子？必是不会少。张太尉又不是第一天当将军。那既然如此，那干脆……即便如此，那又如何？天底下乱成这样子，是他们的过错吗？与其在此物色有隐，还不如想想有什么力所能及的事情可以做。安置流民也好，抵御贼兵也罢。汴梁的清军侍卫，这吃了这基辅百姓许多年的粮税供养，总得做点正经的事情，才对得起自家的良心吧。你这郎君，一张嘴说的倒是好不轻松。眼下的局面，天子和相公们都没法子，咱们这些大字不识几个的大头兵，又能记得了什么事情？行了，莫要与他争辩。
通知兄弟们上马。去哪？下寨。守副城。大郎，你是守城必先下寨，此乃军中常法。城外没有应援之军，城内看运兵力不过数千，而张太尉至少2万兵马，兵力悬殊。正等到大军围城之时，这10几里长的城墙，纵使几千人都站上来，他也是顶不住。夜下兵，骑兵多，契丹人又是骑射渔猎之族，我猜他们根本用不着强攻，骑着马围着城墙跑上几圈，就能把我们活活累死。大郎，你的意思我明白，只是咱们只有一个指挥，撑死了也不过才200多人。整个腋下大军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下去，又如何能做到凌晨下寨呀？打不赢是咱们没本事，不敢打。有人会笑话咱们没懒子。大郎，是战是降，朝廷与相们都尚未定论，咱们也不能急于这一时啊。大郎，就冲你刚刚这句话，我这就去中书门下，去请冯令公的手札。兵贵神速，不等他了。传将令，全军上马。诺。灵公，犬子莽撞孟浪，自作主张，皆因末将平日未能严加管教之故，请令公治罪。令公，贼众我寡，若不能出城下寨，内外呼应，成犄角之势，则京城不如不守。起来吧。谢令公。守城之要，在内有足食之粮1万，有可援之兵。如今京师的局面，哪里来的足食之粮？又何曾有可援之军呢？城中的公卿将相，谁家没有个3、500担粮草？带着兵一家家的抄过去，10余万担粮草总是能够凑得出来的。如今城中大约有1万7、8千户人家。以一户每日耗粮10斤起，每日总共不过2000担。若再省着点用，足够支应2个月了。那2个月之后呢？太原令公可否愿意率众，星夜南来，2个月之内解我京师之围呢？不能，不用2个月，1个月也不用。10日能守住吗？说实话，京师兵马，算上侍卫亲军和宽衣控河，不过也就5、6千，但真正能够上阵杀敌的，恐怕连半数都不到。正是如此，这些兵若是守在城墙上，还能勉强得用；如若城外野战，转眼之间便会跑散了。守在城墙上，能用。能用。军贵，依你之见，守城10日，需用多少兵？那要看杜令公给张太尉多少兵，也要看契丹到底派了多少公诏兵。但更重要的是，他们带来了多少粮草。
他们能在城外找到多少人，便能有多少粮秣。这是御街勾当的清闸。禁卫清军前日平乱，当街杀了26名军士，皆为奉国军所属。最高的是一个小使臣，要寻得苦主，发丧烧埋。库府钱粮还有多少？锁头被砸了，下官查验过了，1文钱，1匹绢皆无。禄米便更不必说了。正是，人心惶然，这个时候，谁还会顾得及朝廷的法度？朝廷法度既不得势，手里没有钱粮，便没有人肯出来做事。如此时局，原也无可奈何。即便是天塌下来，事情还是要做的。请薛公吩咐。这第一件事，便是借钱。快些，再快些！大佬，这200军卒守城，只怕明日午时张太尉的兵到了，咱们连半个时辰都撑不过去。哎，会有援兵吗？叫儿郎们打起精神来，天下英雄可都看着咱们呢。我们现在是张太尉喉咙里的一根刺，要叫他领教领教。咱们汴梁侍卫清军的胆色。城外副城下寨。是，人不多，该是不到1000人。带兵的将校是谁？赴城外200-300步，有真骑斥候，小人等未敢近前。这汴梁城里还有敢带兵抵抗的汉子？不是说那罪人前几日要引火自焚吗？听说冯令公回朝了，也不知道是真是假。他回了京最好。弟兄们应该少费些气力，由他主持大局，这京城便可传习而定。令公，北朝大军驾抵邺都，我家太尉奉了君命，提兵南下京师，问罪于南朝君臣。当此鼎革之际，令公为当朝首相，自当明晓时事，使罪人重贵，自去帝号，戴罪南衙，迎太尉大军入汴，以安黎庶。拿来吧。拿来？拿来什么？制文、诏令，你有吗？在下虽无制文诏令，但所言所述，句句皆是实情啊，令公。即使没有，插出去送开封府，以行骗论罪。不，来人！令公，令公，令公三思啊，令公！令公，文肃，下官在。你到唐察，宣召京师3品以上文武公卿，外藩使臣，2个时辰后，简贤讲武殿议事。下官领命。契丹大国代价何止100万，杜令公之腋下亦有20万貔貅猛士，一举而下汴梁，不过反掌监视。
大使与司空凭吴越王之命北来，想必自有官封权宜之计。如今天清在即，时加10余载，气数已尽。吴越诸军当知大事。张太尉如今提大兵10万，兵临京师，破城之日，恐无完卵。尊驾来此，是想要我吴越弃朝廷而奉契丹？北朝大军乃不世出的圣人，岂是诸位想见就能见的？若无重臣引荐，大使与司空，怕是连大军之兵帐都进不得。使君，开封府有人来拜。吴越一向公事朝廷，勤修贡事。使君与司空此来，所带银卷珠玉，想必不在少数。纵使当下社稷崩乱，局势败坏，主公要替吴越改视他人，怕一时也难于计议。腋下的杜令公，未见得有天子气。契丹主雄踞北方，成为豪盛，可能否入主中原，亦未可知。张太尉昏聩贪比，一匹夫耳，更不堪论。主公所携礼敬，怕是一时送不出去了。既然如此，何不多少将携出来，以安抚京师黎庶？既然仓促寻不得中国之君，善事中国之民，也是正理呀。哪里来的无赖，竟敢如此无礼！哎，尊驾莫生气，莫生气。杜令公和契丹主，皆不足以臣之。那依君所见，当今圣主何在？司空何出此言？当今天子自驾坐在资德殿内，未尝有退却外善之志，天下何来他人圣主？你想借多少？多少全凭司空心意。京师10万黎庶，嗷嗷待哺。豪富之家虽数100万，亦不为多；贫寒小户虽捐地至县，亦不为少。既如此，你帮我做一件事，我就做主借贷10万银券于开封府，只是需立下字据，以抵扣贡事，如何？你能做得主吗？我乃开封府判官，此等小事，如何做不得主？司空大手笔啊！张太尉一片全权之意，却当成了耳旁风。10万银券，宁可扔进水里，也不肯拿出来劳军。我方才让你帮我做件事，便是将这个偷了我茶杯的毛贼缉拿归府，以律治罪。休要污蔑我！谁偷你茶杯？人赃俱获啊！还请司空命贵府绑了此人，我拖他回去。来人！是不是借多了呀？借都借了，多少还重要吗？那是不该借啊。何为该借？何为不该借？也不知道这个人是不是个骗子，空口白牙一顿说。哼，银券，我们直接送到开封府，犯人他自家押着，这又如何骗得了人呢？可我还是觉得此事有些荒唐。刚才你借的时候倒是挺爽快啊，此事做的的确是荒唐，但做都做了，现在又开始反复犹豫，就更荒唐了。我就是觉得那个人说的话极有道理。且不论六哥和国忠是否还要继续尊奉眼下这个朝廷，在京师之内，这数10万百姓却是无辜被难，能尽力救得些，总好过作弊上官。有些事，官家不管了，终须得有人来管。使君、司空，
中书遣人传书，说冯令公召集朝廷3品以上文武公卿于1个时辰之后，简贤讲武殿议事，外藩使臣也在其列。老令公，天子已然自弃天下，杜令公效先帝当年故事，引北朝大军南下，其事不可当也。小冯相公，下官敢问，何为效先帝当年故事？先帝弃了幽蓟，杜令公难不成要弃了两河？内汉又何必如此装糊涂？契丹大军已然到了腋下，河北之地尽归北朝所有，又何来一个弃字？腋下降了，晋阳却未降。杜令公效仿先帝，刘令公却断不肯为二臣。河东100万之兵，是与契丹一决生死。说的倒是好听。刘令公拥兵晋阳，河北沦陷已有数月，如何不见河东军出兵御敌？你却又是何人？官居何职？公卿讲武殿议事，也有你插嘴的份吗？下官乃河东班汉马步军孔目官郭荣。下官代刘令公陈情于京师诸公。杜重威叛国，张燕则逞嗣，契丹大举南来，当道诸公却不知安民御敌，却还想着向卖国的奸贼称臣屈膝，这岂不可笑？原来如此，连刘知远都动了心了。却不知刘令公何日提兵来京师辅政呢？小冯相公的意思，是欲使刘令公像杜令公那般，弃了河东百姓黎庶，将12州国土拱手让与契丹，再率兵南来京师，以兴鼎革。河北是前线，河东难道就不是前线？河东不能弃，那是朝廷最后的指望。召你们来本不是议论这个的。张彦泽的兵近在咫尺之间，你们谁若是欲降，稍时自可出城去降。眼下是有一桩急务要着落在你们身上，却不知老令公所言急务究竟是何事？粮食、兵。天子将兵都打回，转过头却又寻我要兵，燕是是啊。秦贵，禀令公，朝廷规制，载职以上，倚仗50，使相备之。各个节镇、诸军、诸司使，各有牙兵亲教，巨额不等。悉数充裕银武，能够得到5000兵力。至于粮食方面，公卿丞郎各家的司令，至少60-70担，多则300-500担。若悉数以充粮秣，至少可供给京师居民2月有余。却有那全家的日子，捐书钱粮。主公，国难当头，正该戮力报效，以权终结。